我明明高考考了751分，可爷爷却不让我去上大学，只因我是爷爷的亲传弟子，精通各种八卦学和风水学。可就在我刚满18岁这天，爷爷却只给我留下一封信后便消失不见了。小姐，爷爷走了，这一走或许就是永别。孩子，接下来爷爷要交代你3件事。第一，离开村子，往南走，走到一个叫兴州市的地方住下。第二，我教给你的本事可以供你糊口，可是要在遇到一个姓黄的女人之后才能使用。第三，切记别给姓马的人算卦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的话铭记于心。第二天，我收拾好东西后便离开了村子，前往兴州市。可让我意外的是，半个月过去了，我依旧没有等到那个姓黄的有缘人。这下真是弹尽粮绝了。黄女士啊，黄女士，你究竟在何方啊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可就要吃土了。就在我一头苦恼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：萧杰。叶婷婷，真的是你啊，萧杰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里上大学吗？没有，我不上学了。为什么啊？你成绩那么好，怎么能不上学了呢？没什么，就是不想上了。我很敷衍地回答了一下。叶婷婷见我脸色不太对劲，也没再继续问了。那个婷婷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我就借20块钱吃点东西，你放心，我会还你的。说完，我便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老板，来1份韭菜炒鸡蛋，1份红枣炖生蚝，1份甲鱼煮牛肉，再来2根烤肠。好嘞，美女。这些够吗？够了，太多了。没事，我请你，我这里有200，先借你用，你要是没了，可以再问我要。听到这一番话，我无比感动。而就在这时，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，一辆豪车停在了我们前方，随后便有一位相貌出众的美女从车上走了下来。萧杰，你看什么呢？那个没事，男人嘛，都喜欢漂亮的女生。那是我们大学的校花黄依依，今年已经大4了，家里巨有钱，追她的男生也特别的多。等等，你刚刚说她叫什么名字？黄依依啊，怎么了吗？黄依依，姓黄的女人。你等我一会。我对叶婷婷说完话，直接朝着那黄依依走了过去。可当我慢慢靠近她时，发现她身后有一股尾随的雾气。原来她就是爷爷所说的那个姓黄的女人。果然，这一切都在爷爷的卦象之中。我走到距离她几米处后，直接开口喊住了她。黄依依，请等等。黄依依闻声，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请问有什么事？我叫萧杰，最近你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，并且找了很多医院都不管用？听到我这话，黄依依直接就被震慑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别担心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件事我可以解决。黄依依用一种将信将疑的眼神打量着我。你真的能解决？当然。好，那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就在我准备上车时，叶婷婷走了过来。萧杰，你的东西。谢谢你，婷婷，你能给我留个电话吗？等我办完了事之后，我请你吃饭。好，可以。和叶婷婷交换了电话号码之后，我便上了车。而上车后，黄依依便开始讲述着她父亲的情况。大概1个月前，我父亲感觉身体不舒服，整天晕乎乎的，可到医院里又检查不出什么问题，于是爷爷就请了不少的中医跟阴阳师来给他治病，可是找了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病，相反，他的病越来越严重，最后直接就昏迷过去了。听着黄依依的讲述，我们很快便来到了他的家里。我简单的环顾了一下屋内，按理说这屋内的风水也没什么问题啊，各种摆布都是按照风水格局来的，不应该会发生这种事啊。萧先生，里面请，我父亲就在房间里。跟着黄依依走进房间后，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房内传来的一股跟房子风水不搭的气味。依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学校了吗？爷爷，我……行了，你先下去，赵神医正在给你拔针灸呢。针灸对这病没用的。我话音刚落，几人的目光不由得朝我看来。爷爷，这位是萧姐，她说她能治好爸爸。黄小姐，她也是医生吗？我不是医生，我是算命看风水的。听到我的话，年轻男子直接哈哈大笑。算命看风水的，我看是个骗子吧？年纪轻轻的就不做好的，来做神棍。黄小姐，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你被骗了。黄依依一脸不敢相信的看向了我，而这时赵神医也说话了。小朋友，你说我的针灸治不好黄先生，你还说你是算命看风水的，那按照你的意思，这黄先生的病是跟风水有关吗？赵神医的言语之中充斥着对我的嘲讽，似乎恨不得将我踩在脚底。对，跟风水有关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个毛头小子，毛都没长齐，就学别人看风水。你知道我家的风水是谁给看的吗？是祖贺，祖大师亲临现场，亲自指点的。小完了，祖贺，祖大师你知道是谁吗？他乃是整个省城最有名的风水大师，就你还敢对他看的风水指指点点？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黄依依，你也是，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你都是个大学生了，难道看人识人的本事都还没有吗？看到黄百万如此大怒，赵神医连忙安抚道：
黄老，这是不赖黄小姐，现在的骗子手段高着呢。黄小姐涉世未深，被这些骗子抓住空子钻了进来而已，识破了就行，没必要伤了和气。此时的我虽然被喷得十分委屈，但我却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。爷爷心里说了，只有解决了黄家的事，我才能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黄老先生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家里应该死了不低于3个年轻人了吧？除了死年轻人之外，你家里的儿媳妇、孙媳妇只要怀了孕，只要怀的是男孩，全部夭折了，对吧？黄百万满脸震惊和错愕，他的目光不由得再次在我身上打量了起来。你这小子真是不得了了是吧？揭穿了你骗人的把戏，你还在这咒人家。黄老，我建议闭嘴！黄百万怒喝了他一声，然后转而看向赵神医。赵神医，实在是抱歉，今天的病就治到这里吧。这话把赵神医说得一愣，不过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好的，黄老。赵神医离开之后，黄百万颤巍巍地走到了我的面前。大师，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实在是对不起了。现在你信了？信，我信。我儿子的事，或许你只要一打听就知道。可是连我儿媳妇、孙媳妇怀孕的事都知道，您一定是高人。大师，你一定要帮我们黄家呀！看到黄百万这个诚恳的态度，我心里也瞬间舒服了不少。黄老先生，既然你的人脉那么广，出了这种事，为什么你不找他们给你看看呢？我找了，还找了好多个呢，可他们都说没有问题，包括祖大师的徒弟也来看过，他也说跟风水没有关系，所以就……好吧，那我先把黄叔叔支醒过来，问问情况吧。你们家的阳宅的确没有什么问题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阴宅出了问题。黄百万想说什么的，可是话到嘴边又被他给咽了下去。你们给我准备一把剪刀、一碗鸡血、2根针，还有……10分钟之后，黄百万把我需要的东西也全部准备好了。黄先生，失礼了。我拿起2根浸泡过朱砂鸡血的银针，然后念出了镇魂咒：天灵结印，愿保长生，太玄之一，手起真形，魂归本位，魄归本身，三魂七魄归本宫，神兵火急如律令。念完，我便将银针分别刺进了黄四海的涌泉穴和百会穴之中，紧接着又将剩下的鸡血朱砂倒在了地上，绕着床一圈。怎么样，大师，这就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我们稍等一下，等他的魂魄都归位了之后，就能醒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屋内灯光突然闪烁起来，黄四海的身体也被一股雾气紧紧笼罩着。男人只因多赚了几个小目标，竟被人布下了致命风水阵，最后甚至卧床昏迷不醒。可就在我对他使用完镇魂咒时，却发生了离奇的一幕。萧先生，我爸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吐血了？萧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爷爷教我的镇魂咒就是这样弄的呀？难道是哪个步骤出错了？就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，黄四海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随后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老四，你怎么样了？爸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松了下来。还好没出事，要是第一次给人办事就把人给送走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只是我的脚跟我的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，好疼啊！没事，那是我弄的镇魂针。这位是？他是一一找回来的风水大师，这次得亏有他，你才能醒过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真是太感谢大师了。黄叔叔不必客气。对了，我听黄小姐说你在昏迷之前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位老人一直在跟你说话，但是你听不到那老人说的是什么，是吧？是的，一个老人，没有头发，只有胡子。他在我梦里骂我，骂什么我听不到，而且他骂着骂着的就动手把我给打了，就是他一巴掌把我打昏过去的。听到这里，我也觉得很玄乎。可当我还要继续询问时，黄百万却突然开口：那是你太爷爷，其实不仅仅只是你梦到过他，连老大跟老二临死之前也梦到过他，并且跟你的这个梦一模一样。说到这里，黄百万变得满面愁容，然后便一脸怀疑地看着我。萧先生，你说这事会不会跟我爷爷有关？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，咱们去他的坟地看看吧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坐车来到了黄百万爷爷的坟前。我认真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山势，随后把目光放到了那几根常青树的身上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在坟前种常青树吗？这我倒是没听我爹跟我说过，难道这不是为了美化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坟前不种树，但凡是种了树的都必有其由，而常青树代表着后代子嗣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种下这2根树之后，你父亲应该才有的儿子的吧？对，没错，我父亲在我爷爷去世之前的确没有儿子，我爷爷死了之后，他才有了我一个独苗的。还有你再看，虽然这2根常青树确实很大了，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死亡的境地。常青树的年龄都在1000年以上，可这才几十年就开始枯枝烂干，这足以说明坟墓的风水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们家是被人下了风水阵，而且还是一个让你们黄家断子绝孙的风水阵。听到我的话，黄百万当即变得大惊失色。怎么会呢？我们黄家做事一向都没有得罪人啊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掘地3尺看看地下，这块地底下一定有很多的虫子。听到我的话，黄百万似信非信，但他还是叫人拿出了锄头来掘地。不一会，掘地的人大喊了一声：
老爷，真的有东西，有好多好多的虫子。黄百万等人闻声便迅速围了上去，可刚刚凑近，黄依依便那的尖叫了一声。怎么会这样？萧先生，你一定要帮我们黄家呀！只要您帮了我，不管您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我既然到了这里来，自然是来解决问题的。这样吧，下午6点挖坟开棺，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吧。听到挖坟开棺的时候，黄百万的脸色明显的变化了一下，但还是连连点头。时间来到了下午6点，黄百万安排的人手已经全部就位。时辰一到，动手吧。可就在我话音刚落，身后便传来一阵喊声：“住手！别挖，千万别挖！”何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过来的话，你们可就犯下弥天大错了。臭，是谁让你们挖坟的？何先生，这位是萧杰先生。萧先生，这位是何中田先生，也是祖贺老先生的关门弟子。何中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便一脸居高临下的说道：“黄老先生，您没有搞错吧？就这样的一个人让你挖坟，你就真的让人过来挖了？这可是我师公亲自给看的墓，如此好的杰作，岂能随便被糟蹋了？”我知道这个风水位置很好，可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，并且全都被萧先生给说中了呀。他说中个屁，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。就这样的风水，他都敢动出透伤害风水的契约，这足以说明他是个骗子了。何先生，你说这里的风水没有问题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坟前长青枯萎和绝地3尺出虫都意味着什么？面对着我的问题，何中田目光变得闪烁了起来。黄爷爷，你要是信得过我萧杰，现在就挖坟开棺；如果你信不过，那我现在就走。听到我的话，黄百万脸色狂变，不过很快他就做出了决定。萧先生，我当然信得过你，都听萧先生的，给我继续挖。黄老先生，你怎么能信他？行了，何先生，你也别再说什么了。你要是想留在这里看，那就别再说话；你要是不想看，那就走。这是我黄家自己的事。听到此话，何中田没有再出声，直到2分半钟后，一个挖坟的大汉突然惊喊道：“我靠，这是什么？”几人闻声便走了过去，只见棺材里面是一具白骨，而就在白骨的旁边，还有一只全身通红且只有3只脚的蛤蟆。红蝉所孕，祸事连连，不出10年，绝子绝孙。黄百万脸色大变，整个人呆愣在原地。红蝉不仅吸了你们家的运势，就连刚刚那地下3尺的万千泥虫，也是被这只红蝉释放的气运吸引而来的。而这万千泥虫的出现，也让坟前的常青树根受到了侵蚀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常青树快要枯死的样子。萧先生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打死这红蝉吗？不，打死肯定没用，只有他自己离开了，你们家的一切才会好起来。你要是打死他在里面，不出1年，你们家的人肯定都会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黄百万就已经被吓得不轻。那要怎么办呢？不急，把我刚刚准备的24张红纸长钱和那3张黄纸长钱拿出来，只有把他请走，黄家才可高枕无忧。听到我的话，黄依依连忙把东西拿了出来。萧先生，给，东西都在这里了。我接过东西后，先是在墓碑前烧了3张黄纸长钱，随后又将红纸长钱拿到了坟墓坑里面点燃。天上3旗日月星，通天透地鬼神经，24张红钱制，恶煞逢之走不停，所有坏运皆带走，万年不再回此坑。破！随着我最后一声破喊出口，红纸长钱也烧完了。随即只见那3脚蛤蟆忽然呱的叫了一声后，便从坟墓里面直接跳了出去。随后他一边叫一边跳出了我们的视野。合棺，然后再把坟填起来吧。目睹了眼前这一切，何中田再也憋不住了。不对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太蹊跷了，这件事太蹊跷了，是他，一定是他下的风水阵。听到何中田的话，黄家人的眉头都不禁皱起来，看向了我。何先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风水学不是学个10年8年就有成效的，而且这样的风水局，就连我也没有看出来，他怎么可能看得出来？黄老先生，这家伙居心叵测啊，肯定就是给你们家下风水局的人。何先生，还亏你是祖贺先生的徒弟，没想到你竟然开口说出这番话。你不懂的东西，难道就不允许别人懂了吗？真是可笑。如果不是你，那就是你爷爷，一定是你爷爷下的风水咒，然后让你来解，从而奠定你的名声。够了，何中田，你少在这里信口开河。看在你师傅的面子上，请你马上给我离开。你要再胡说八道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黄老先生，这是你自己选的，别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又来找我。青山绿叶，我们走。何中田说完便气呼呼地转身离开，可刚走没几步，我就看到了他身后尾随的一股阴气。男人明明是著名风水大师的亲传弟子，可却连肉眼可见的风水问题都看不出，而且在我成功破解风水阵后，竟想诬陷我是幕后布局者，不料最后直接被主人家赶走了。何先生，你最近要小心点，有东西盯上你了。小娃娃想要玩什么把戏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和中田要是说个不字，算你赢。何中田说完，便头也不回地带着自己的2位徒弟离开了。萧先生，你是打算惩罚一下他吗？我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，只是刚刚我看到了他身上尾随着一股阴气，应该是最近给人办事的时候没有办干净，被脏东西跟上了。
我不过是想提醒一下他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呢。怎么，你好像很希望我收拾他呀？罢了，我只是替祖大师感到惋惜。刚刚他说的话您别放在心上，他就是这样的脾气，见不得别人比他优秀。算了，事情也已经解决了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不一会，我们3人便回到了黄百万家里，而此时坐在沙发上的黄四海看上去也比之前好多了。爸，怎么样了？弄好了吗？黄百万把风水的事情告诉了黄四海，听完之后的黄四海也是十分吃惊。这些年我似乎也没得罪过什么人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黄叔叔、黄爷爷，你们放心，这背后的人会来找我的。我破解了他的风水阵，他肯定会被反噬，到时候他自然会主动浮出水面的。那到时候你可要告诉我们的人是谁啊？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那个肖先生，你看我给您多少钱合适呢？随意吧，多少钱都无所谓的。你看这样，100万够吗？第一次办事，别人就要给我100万，这太夸张了吧？当然，不够我还可以加的，只要您开口，多少我都愿意给。不，我只是觉得100万会不会太多了？哪会呢？您给我们家解决了那么大的麻烦，100万一点也不多呀。说着，黄百万把一张银行卡硬塞给了我，而我也禁不住他的强塞，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走出黄家后，看着手中那有着100万的银行卡，我心里砰砰直跳。100万啊！爸妈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，估计也没赚到那么多钱吧。就在我忘乎所以的时候，一辆车忽然停在了我的身边。肖先生，上车，这大晚上的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个，不用了吧，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。肖先生，我送您回去是应该的，您就上车吧，不然要是现在回去的话，爷爷肯定会骂我的。看到黄依依如此盛情，我也不好再拒绝，只好同意上车了。2分半钟后，车子便在我住的那个老小区门口停了下来。肖先生，您就住在这个小区吗？是的，谢谢黄小姐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对了，我能上去看看吗？您放心，我就上去看一眼，我就下来了。那个，好吧，黄小姐跟我来。上到出租屋后，黄依依抬起头在我的屋子里面四处的看，像是在看风水似的。黄小姐，你先喝杯水。谢谢。就在黄依依接过水杯后，门外忽然发出了敲门声。那么晚了，你朋友来找你吗？黄依依说着就要朝门口走去，看样子是准备开门。朋友，不对，别开门，这是鬼敲门。我连忙上前一把抓住了黄依依，然后将她往我身后拉。什么？鬼敲门？别怕，先往后退。就在我们退了2-3米之后，门外再次发出了敲门声，而且还是3下，还是十分的有节奏。没错，这就是鬼敲门。人的意识是完整的，敲门声不会那么有节奏。说完，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随身携带的黄纸符。天清地清万物清，妖魔鬼怪无遁形，速速显身现真形，有何大事来登门。念完，我便将手中的黄纸符给打到了门上，随即门后便发出了呀的一声尖叫，而大门也随之猛烈的摇晃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只见一个女人直接穿过了门，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你是谁？谁让你到这里来的？女人没有回答我，只是发出了几阵阴惨惨的笑声，而我身后的黄依依则是吓得全身发抖，并且抬起头来四处张望。肖先生，什么声音啊？是谁在笑啊？你在跟谁说话呢？不管你是谁叫来的，都快给我赶紧滚出去！说着，我直接摸出了3个铜钱，朝着女人狠狠地砸了过去。随着一声惨叫发出，女人便当场化为烟雾，直接凭空消失了。没事了，她已经走了。她真的是阿飘吗？是阿飘，不过不是那种索命的，只是别人用来吓唬我的。啊，你这样的大师，居然还有人敢吓唬你？没有什么敢不敢的，而且我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强大。那吓唬你的人是谁啊？是你的仇家吗？我想，如果不是今天遇到的河中田，那就是在背后搞你家风水的人。不过没事，他们还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对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黄依依担忧地看了看我，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肖先生，你自己保重。很快，一晚上过去了，而黄依依也是一大早就来到了我家楼下。肖先生，昨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吧？没有，谢谢黄小姐关心。那就好，那你今天有空吗？有啊，黄小姐是有什么事吗？那快上车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黄依依说完，便拉着我上了车，而且没一会，我们就来到了一栋高档的公寓楼。依依，你来了。肖先生，他是我表哥吴迪，你也可以叫他吴胖子。你好，我叫肖姐。互相认识了一番后，吴胖子便带着我们来到了5楼的一个公寓里面。肖先生，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黄小姐，你这是？这是我表哥刚买的房子，但他不住这里，所以我寻思着想让你搬到这里来住，毕竟这里环境挺好的，挺适合你。听到黄依依这话，我直接愣了一下。黄依依神秘兮兮的带着我到这里来，原来是为了给我搬家呀。不过这种高档的地方，是我能住得起的吗？那个，这里的租金应该不便宜吧？
嗨，肖先生，您过来这里住，我怎么可能收您的租金呢？您帮了我外公家那么大的忙，您肯住这里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是啊，这是我表哥自己的房子，你要是喜欢，就直接过来住就可以了。这个不太好吧？虽然我挺喜欢这里的，但是……肖先生，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，那要不你帮我算算，就当付租金了。喂，吴胖子，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欠呢？竟然还敢提条件！我这不是想看看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吗？我都打了27年的光棍了，你都不理解你哥的难处。没事，那你说一下你的生辰八字吧。好，我的生辰八字是……得到了吴胖子的年月日时4柱之后，我迅速的排出了他的八字神煞，而一旁的两人也眼盯盯的看着我。18岁那年，你谈过一个女朋友，并且她还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当时你还因此亏过一笔钱，对吧？是有那么一回事。当时那个女的给我戴了绿帽子，我咽不下那口气，当晚就把那个男的揍了一顿，最后赔了10多万呢。还有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现在已经有人在跟你谈着了吧？吴胖子瞪圆了眼睛，随后嘿嘿的笑道：肖先生，你真是太牛掰了！我和他是高中同学，其实我就是想看看我跟他有没有可能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打算今年就把婚给结了。我的目光在吴胖子的脸上停留了大概5秒，最后才叹息道：你今年不可能遇到你姻缘中的人，因为你今年红鸾星未动，并且七杀主你的格局，又是你的逢9年，你不仅不会结婚，还会因为女人的事惹上麻烦。逢9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简单来说就是逢9年的人都会经历一些不好的事。还有这样的？那您快看看我这逢9年是经历了什么呀？经历了什么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你现在谈的这个女人，恐怕就是你逢9年的劫难。吴胖子惊吓的吞了一口唾沫，随后慌张的开口：那肖先生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直接去跟他分手吗？暂时不用分手，你这样只会打草惊蛇。我建议你先跟你以前的同学打听一下你这个女朋友的最新消息。好，那我等会回去就问问。我看着吴胖子着急的样子，便安慰了他2句，让他先回去休息了。肖先生，我表哥他这是怎么了？撞鬼了啊！那肖先生，我表哥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帮帮他？没事，让他自己先去经历一下吧，到时候有必要的话，我会帮他的。那真是太谢谢肖先生了。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喂，你找谁？电话那头没有马上回应，而是发出来一阵极其瘆人的笑声。男人只是给富商破解了致命风水局，不料却遭到了同行的恐吓，甚至连布局者都亲自找上门来了。是我，你是谁？好小子，果然有点东西。下午6点，龙凤坊见我，记住，我只见你一个人。说完这句话，电话那边便直接挂断了。终于找上门了，那我必须得会会你。时间来到了下午6点，我按照约定来到了龙凤坊。终于来了。我闻声看去，只见一个戴着帽子、穿着大衣的男人，而且男人身上还散发着一股黑气。没想到我纵横江湖多年，竟然栽在了你那么年轻的一个小毛孩的身上，真是令人唏嘘啊！你跟皇家有多大的仇怨？为什么要用那样的风水去祸害皇家？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说的皇家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破我风水阵的，我给你双倍，别再管这件事。钱？难道学了这一门的本事就是为了挣钱吗？不为钱，那为什么？我不想跟你纠结这个，但是我给你一个忠告，如果你还想活，那就告诉我是谁在害皇家。呵，真的吗？说完这句话，男人直接猛地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随后便砰的一声栽倒在了地上。你确定自己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没有半句假话？对，没有半句假话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尸检报告说，这个人已经死了12个小时了，所以我很难相信你说的口供是真的。死了12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在跟我见面之前，他就已经死了。难道这就是以前爷爷跟我说的湘西秘术活人尸？你确定没什么要补充的了吗？没有，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。听完我的话，中年警察没有再接话，起身就要离开。那个，我可以打个电话吗？可以。半个小时后，黄百万和黄依依便来到了警局，把我给接了出去。肖先生，刚刚冯队长跟我说，你跟个死人在餐馆吃饭。是，那个死人是给你们家下风水阵的人派来的，那是湘西秘术活人尸。活人尸？对，活人尸是在死人的尸体里面贯穿了一魂一魄，让尸体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做事。听完了我的话之后，黄百万跟黄依依都一脸错愕不已。那您能够对付这背后的人吗？肖先生，要是您没有把握的话，千万别冒这个险。要是您为了我们皇家出事，那我们皇家……没事，他这只是垂死的挣扎而已。我破了他的风水阵，不出3日，他必定暴毙而亡。所以我猜测明天他肯定会主动来找我的。看到我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两人脸上的紧张也明显的少了一大半。要不这样，肖先生，既然你说明天他会主动来找你，那明天你就来我家里，我倒要看看那个人到底是谁。好，那明天我就到你们家里去等他。
时间来到第二天，我们几人在黄百万家里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。那个人终于来了，只是他刚走进我们的视野之中，他就噗的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雷大富，你们认识？认识，但我真没想到，想害我们黄家的人竟然是他！哈哈哈，真是没想到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见到我的第一眼还能认出我来。黄百万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早就已经死了？此时的两人针锋相对，黄百万瞪圆了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而且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。从我离开兴州市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已经死过一次了。但我对自己说，我要活着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黄家绝子绝孙，万劫不复。真是没想到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有看透。看透？怎么看透？我从小就是个笑话，因为身材矮小，体质差，被别人视为异类，没人愿意跟我玩。直到红袖的出现，才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他鼓励我，支持我，而且我也能感受到他喜欢我。可是你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，是你夺走了红袖，你夺走了我生活的全部，所以我当时就发誓要你黄家付出代价。你简直就是个畜生！我是畜生，那你是什么？你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夺走了我的光明，夺走了我的希望，让我变成了行尸走肉。雷大富，你以为秀红的是喜欢你吗？他不过是同情你，他见你的身世可怜，关心你，鼓励你。可没想到，你竟然把那份关爱当成了爱情。不可能，秀红喜欢我，她喜欢的是我，是你横刀夺爱，都是你。胡说，我奶奶怎么可能不喜欢我爷爷？而且她那么善良的人，怎么可能喜欢上你这种恶毒的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秀红喜欢的是我，不可能是他，不可能是他！雷大富激动地说着，然后便是噗的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是你毁了我的风水阵，这一切都怪你！雷大富带着一身杀气直接冲向了我，随后一个冰冷的东西刺进了我的肚子里。让你多管闲事！雷大富狠狠地盯着我，一双眼睛怨恨到了极致。不过很快，他便被黄家的保镖给拉开了。萧先生，你怎么样了？看到我痛苦的表情，此时的黄依依已经紧张得快哭出来了。没事，死不了。说着，我便自己从衣服里抽出了一块铁皮。还好，我早有防范，只是擦破了点皮，问题不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雷大富见状彻底的暴怒了，紧接着又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而这次他没再动弹了。老爷死了哦，怎么办？让冯队长处理吧，把家里的监控给他看就行。至此，黄家祖坟的这一闹剧也算彻底结束了。第二天，黄依依知道我要搬家，也是主动过来帮忙了。谢谢你，黄小姐，一大早就过来帮我收拾东西，而且还亲自开车送我过去。萧先生，这是什么话呀？你帮了我们黄家这么大的一个忙，我做这点又算什么呢？但是那个真不给你表哥房租费吗？当然不给了，您都给他算了一次命了，他怎么还好意思要您的钱？再说了，我表哥现在遇到了麻烦，恐怕还得您给他解决呢。而且我都感觉老不好意思了，总是麻烦您给我们家做这做那的。没事，都是缘分嘛。对了，萧先生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开个算命看风水的门店。啊，以您的本事，还有必要开门店吗？如果我说我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你信吗？不信，您的手段那么老道，怎么可能是第一次？而且就算是第一次，你也不用开门店啊，我只需要给您发一个朋友圈宣传一下，到时候肯定就会有很多人来找您的。没必要，我开门店做这个主要是为了缘分的。黄依依愣愣地看了我一眼，表情有些不解。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大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在黄依依的帮助下，我的门店也是顺利开起来了。门店已经开起来了，萧姐，要不我做你的第一个顾客，你给我算一卦呗？好啊，你想我给你算什么？就看看我未来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。可以啊，那就用八字给你看一下吧。就在黄依依准备告诉我八字时，忽然一辆车停在了门口，然后从车上跑下来了一个满脸慌张的女孩。萧先生，救救我师傅，救救我师傅！你是何中田的徒弟？是，我叫秦绿叶。萧先生，求求您救救我师傅吧！你师傅怎么了？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师傅胸口开始发黑，到了今天2条腿都变黑了，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我师傅让我赶紧过来找您，萧大师，求求您快去救救我师傅吧！秦绿叶一把哭腔的把话说完，但黄依依却不以为然，呵呵的冷笑。你师傅不是很厉害吗？号称兴州市阴阳风水界的头牌，现在怎么遇到事就来找萧杰了？他要有本事就自己解决去。我师傅真的快不行了，是他让我过来找萧先生的。萧先生，求求你了，快去救救我师傅吧！行了，回去告诉你师傅，想要治病就自己上门找我。可是我师傅他……你是听不明白萧先生的话吗？让你师傅自己来，他以为自己多大的面子，请谁都能请得动。听到这里，秦绿叶也只好无奈的转身离开了。哼，一想到那个河中田我就来气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家都把他当成恩人，感激他师傅跟师公给我们家做的一切。
可他却为了自己的名声就不管别人的死活，真是让人恶心。没事，他的报应这不是来了吗？但是萧姐，你真的要给他治病吗？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一切都得看缘分，最重要的还要看我能不能解决这件事。听到这话，黄依依的心情也稍微缓和了一些。半小时后，那辆小轿车又再次停在了我们店门口，随后何中田便被2个年轻人从车上搀扶着走了下来。萧先生，救命啊！此时的何中田看上去脸色十分的难看，而且跟着他的那股阴气也变得更加的旺盛了。哎呦，这不是何先生吗？您怎么了？这是生病了吗？黄小姐，您别那么说了，我都快凉了，您看看。说话间，何中田便拉开了自己的衣服，只见胸口心脏的位置漆黑一片，看上去十分瘆人。你敢信？上一秒还自称是阴阳风水界头牌的男人，下一秒却因为沾染上了脏东西，直接变成了黑心人。萧先生，求求您了，要是您不帮我的话，那我就完了啊！何先生，您抬举我了，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毛孩，怎么可能救得了您呢？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的话搞得何中田一阵尴尬，但站在他一旁的徒弟可就忍不住了。你这个家伙怎么那么小气？我师傅不就是说了你2句吗？至于这么刁难他吗？再说了，今天你要是救了我师傅，对你的名声也是有着不少好处的。照你那么说，我知道你师傅生病了，应该马上跑过去求着给他治病，从而来巩固自己在新州市的名声，是吧？段青山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在说什么勾巴？赶紧给萧先生道歉。段青山虽然很不乐意，但还是乖乖的低下了头。对不起，萧先生。萧先生，青山他年轻不懂事，还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想让我救你也可以，不过有3件事你要老实的回答我。可以，您请说。第一，看坟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我遇到了一只阿飘敲门，那是你弄的吧？听到这里，何中田目光躲闪了起来，随后一脸尴尬的点头。是我弄的，我就想吓唬您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真是卑鄙，简直就是个小心眼，还亏你自称大师呢，我呸！第二个问题，你是祖贺前辈的徒弟，按道理来说，他那样的高人教出来的徒弟应该是绝顶高人才对，可你为何连皇家风水出了明显的问题都看不出来呢？何中田听到这个问题，不由得再次低下了头去。我师父虽然是祖贺，但可惜我这个人悟性太差了，而且因为后来出事后，很多人追捧我，知道我是祖贺的徒弟，就没少请我给他们办事，所以慢慢的我就迷失了自我，开始追逐名利，大肆的吹嘘自己，最后甚至没有继续学习了。所以你所谓的名声都是吹嘘出来的是吧？我大多时候都在吃师傅的老本，只有遇上一些简单的事，我才能解决。你简直太无耻了，还亏我家里那么相信你，每次都给你很多钱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骗子。我知道我对不起师傅他老人家，我也知道我没脸面对你们皇家。够了，我没心思替你惭愧，但你要记住，我帮你不是为了你，而是因为我尊重祖贺前辈而已。谢谢萧先生。还有第3个问题，你最近一次给人办事，办的是什么事？大概是什么时候办的？18天前，我去给9星未来城的老板王宏伟的儿子驱邪。驱邪？就是驱邪。王宏伟的儿子王硕被阿飘上身了，所以就请我过去给他儿子驱邪的。8天前去的邪，这都过去了足足1周了，才开始反噬，这是有点古怪啊。那驱邪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？那倒没有，还挺顺利的。我就画了几张符，做了一场法事，然后给他们家扫了个家，那个阿飘就被我给收了。我看这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样咱们去王宏伟家看看吧。听到我的话，何中田那的一声，满脸错愕。去王宏伟家，您不能给我直接解决吗？怎么解决？医生救人都需要对症下药，我都不知道你得罪的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怎么给你解决？可是如果我们去了王宏伟家，那他们岂不是知道我没什么本事，一直在吃我师傅的老本了？不行，不能去王宏伟家。那行吧，既然你那么看重面子，那你请回吧，这件事我无能为力。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，等到这阴气布满你全身的时候，你就会魂飞魄散的。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行了，何中田，难道你觉得现在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自己本来就菜，还怕别人知道？师傅，去吧，不怕，我们会陪着你的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您，您永远是我最伟大的师傅。对啊，师傅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就在2人劝说着时，秦绿叶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师傅，是王宏伟叔叔打过来的。何中田愣了一下，但最后还是咬着牙接通了电话。王先生，何大师，我儿子他又开始了。什么？又来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快过来看看吧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何中田挂断了电话，然后一脸慌乱地看向我。萧先生，他儿子昨晚又出问题了，现在让我过去，您跟我一块去吧。我跟你一块去，难道你不怕你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会一落千丈吗？
比起名利，我更加在乎我的命，我还不想死啊！你当然想活着了，要是现在就挂了，挣的那么多钱，岂不是白白的便宜了你这2个徒弟了？黄大小姐，你说话别那么带刺行嘛！我师傅现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了，你怎么还嘴上不留情呢？绿叶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这的确是我对不起人家，我认了。萧先生，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几人便来到了王宏伟家里，而王宏伟看到何中田满脸憔悴的样子，则是一脸的疑惑。何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什么你啊？直接告诉他，你因为救他儿子，自己本事不够，被阿飘反噬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王宏伟听到黄依依这么一说，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何先生，这2位是您刚收的徒弟吗？不过这女娃似乎不太会说话呀。不，这位是黄小姐，黄百万黄老的孙女。这位是萧先生，是位很厉害的玄学大师。何先生，您还真是谦虚，难不成他比您还要厉害？您就别这么谦虚了，您的威名放到省城那都是一流的。没有，在萧先生的面前，我这本事真不怎么样。何先生，我觉得您好像不着急治好您身上的病啊。不过也行，反正我也不急。至于王老板儿子的事，我看王老板的样子，他应该也不会让我去治疗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多留了，告辞。说完话，我一把抓起了黄依依的手，转身就朝门外走去。站住！随着王宏伟的呵斥，只见2个大汉直接就拦在了我们的面前。年轻人，你什么态度？何先生谦虚夸奖你2句，你就真以为自己不得了是吧？还出手救我儿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何先生治不了，我也不会请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。好啊，那你就另请高明吧，我就不打搅你们了。说完，我便拉着黄依依准备离开，可眼前的2个保镖就像是木头一动不动地挡在前面。你要干嘛？难道我们走都不行吗？他不是很有本事吗？要是连这个门都走不出去，那叫什么本事呢？王老板，你没事，交给我。说着，我快速地从口袋里面摸出了2张黄纸符。4路鬼怪，8方神莲，与我神通，定其元神，变。随着符纸贴到了2个保镖身上，那2人先是一愣，随后就不动了，而萧杰2人则是大步流星地离开了。真是气死人了！早就听说王宏伟这人高傲的不行，没想到竟然高傲到这种程度。没事，这种人咱们没必要去搭理他。对了，萧杰，刚刚你用的那是什么呀？怎么他们俩真的不动了？那是茅山派的定神符，能够暂时的定住他们的元神，让他们元神不受身体的控制。原来是这样，萧杰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第2天，黄依依又是早早的来到了我的店里，而且这次还带着一个年轻男子。依依，这位是？这是我朋友萧杰，萧先生，他可是阴阳风水界的大师，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那种。萧杰，这位是我从小最好的朋友，他叫张子枫。张先生，你好。张子枫没有说话，只是一脸不屑的点了点头。走吧，依依，昨晚你不是说今天要带我到万峰谷去玩吗？好，走吧，萧杰，咱们一起去万峰谷玩玩。什么？依依，你让他跟我们一块去？对啊，他也跟我们一起去啊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还得在这里看店。啊？走吧，依依，人家大师还得开门给人算命呢，咱们去玩一回，回来我还得去找王宏伟王老板呢。听到张子枫的话，黄依依忽然愣了一下。你找王宏伟干嘛呀？找他签份合同，他在前周的一个项目跟我们公司有合作，所以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找他签这份合同的。说话间，张子枫还故意用挑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没办法，我也没有你这个朋友的长处，不然我也开个门店给人算命，轻松不累，随便耍耍嘴皮子就有几十上百块入账了。子枫，你会不会说话啊？我跟你说，萧杰可是帮过我们家大忙的，你要再那么说，我可就生气了。就在黄依依话音刚落，一辆豪车突然停在了我们门前，随后何中田和王宏伟便慌慌张张地冲车上走了下来。大师，大师，救救我儿子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明明是当世华佗，可男人却不让我给他儿子治病，甚至还要当众赶我出门。但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男人竟主动找上门来了。大师，我为昨天的事跟您道歉，这里是500万的支票，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。哎呦，王老板，怎么今天跟换了个人似的呀？这可不太像是您的做事风格呀。依依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可是商业巨头王宏伟王老板啊！王老板，依依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……张子枫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跟萧杰和王宏伟的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不了解情况就别说话。黄小姐，萧大师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我现在真诚地向你们道歉，还请2位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说完，王宏伟直接来了个90度的鞠躬，而这一幕也是吓得张子枫目瞪口呆。萧先生，您就看在王老板爱子心切的份上，救救他儿子吧。王老板，以您的人脉，想要找个人救您的儿子，那肯定是轻而易举的呀，哪用得着我这种小毛孩？听到这话，王宏伟的脸色狂变，随后一咬牙说道：大师，只要您能治好我儿子，我可以直接给您1000万。王老板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原则的问题。
这样吧，如果你是诚心的，那就在门口跪上2个小时吧。我话音刚落，在场众人的脸色全都变了，而王宏伟也是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张脸愤怒的发红。哦，对了，肖姐，你的电话是多少啊？我爷爷有事找你。我发给你吧。咦，肖姐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啊，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你那台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38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主机显卡这种电脑设备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小子，你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？我王宏伟20岁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，从不曾在谁的面前这般唯唯诺诺。今天我都已经做到卑躬屈膝了，你却寸步不让，还让我跪下，门都没有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王老板就请回吧。好，你不就是想要跟我死磕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儿子死了，你也别想好活。丢下这句话后，王宏伟便气呼呼地转身回到了车上。肖先生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以为有点本事就能使都不放在眼里吗？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。何中田叹了一口气，随后也在2个徒弟的搀扶下回到了车上。随着车子的离开，黄依依则是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肖姐，你刚刚会不会有点过了？那王宏伟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让他下跪，这有点伤他自尊了。何止有点过，简直太过了。那王老板可是黑白通吃的，他要是铁了心的要弄你，那你小子可就完蛋了。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自有分寸，不劳烦张公子费心。肖姐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可是王宏伟的手段不是你能够想象的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对了，你不是要出去玩吗？你朋友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要不你先跟他一块出去玩吧。依依，别跟他这种人多说废话了，咱们走吧，免得惹火上身。对不起子枫，现在出了这种事，我没心思去玩了，要不你先自己出去逛逛吧。不是，依依，就因为他。行了，子枫，有很多事你不清楚，你还是先走吧。好，那我走。说完，张子枫便气呼呼地转身离开了，而黄依依却是一脸的疑惑。肖姐，其实我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昨天还嚣张跋扈的王宏伟，今天怎么突然就卑躬屈膝地找你帮忙呢？你还记得昨天我们离开王家别墅的时候遇见的那个道长吗？听到我这话，黄依依才回想起昨天的那一幕。这位大师，我看到有一团黑气跟着您，近期您可能会有劫难。切！肖姐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他说话干嘛？看他拽得跟什么似的。他要死了。真的假的？他是去给王家的儿子驱邪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看到他印堂发黑，体内的灵气正在散去，那是将死之象。想到这里，黄依依直接就是一脸的错愕。肖姐，难道说那个道长真的？就在黄依依话还没说完，又一辆小轿车停在了门外，随后一位中年妇女便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。大师，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！中年妇女说完话，便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我是王宏伟的老婆，我知道他的脾气肯定得罪了您，您让他跪是应该的，他不跪，我来替他跪，我只求大师能够出手救救我儿子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昨天你们还请了另一位大师去给你儿子驱邪吧？对，那是王宏伟请来的慧觉法师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法师刚做到一半，慧觉法师就死了，而且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嘴巴全都流出了血液。听到这里，黄依依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我。那道长真的死了？是的，大师，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说着，妇女直接就对着我磕起了头，而她这一举动也是深深触动了我。行了，王夫人，你先起来吧，不用跪了，我收拾一下，跟你过去看看吧。真的吗，大师？您真的答应去救我儿子了吗？先去看看你儿子的情况吧，现在我也不敢说我能不能救，毕竟你们请来的那么多大师都没有救好。好，那真是太谢谢大师了。等会，别着急感谢，要是萧杰治不了你儿子的话，还请你的丈夫别仗势欺人。好，您放心，他不敢的，只要大师答应过去看看，哪怕治不好我儿子，我们也绝对不会再对大师做出任何不敬的事。上到车后，王宏伟老婆便开始诉说着他儿子王硕的情况。大概在1个多月前，我儿子就持续的发烧，可到了医院后，医生们都说只是受凉发烧，其他指标都是正常的。可后面回家后，诡异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。王硕说他晚上能听到一些敲锣打鼓的声音在家门外响起，可我们压根没人听得到这些声音。而且更诡异的是，到了后半夜1点左右，王硕的房间里面竟然传出了弹古筝的声音，这个我们能听到，只是我们想打开门进去时，却发现房门窗口都是被锁得死死的，根本进不去。所以后来王宏伟就在房间里装了个监控，可一到晚上古筝声音响起的时候，监控里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听着王宏伟老婆的述说，我也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对了，昨晚那慧觉法师是怎么死的？慧觉法师是从万峰寺请下来的，他见到我儿子的情况之后，就很肯定地说我儿子是被鬼魅缠身了，并且主动说晚上要在屋子里跟我儿子一起住，说只要住1晚就能把那个阿飘给抓住。
可就在第2天我们进入房间后，竟发现慧觉法师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了。听到这里，我越发觉得事情的不简单，可我也没再说什么。直到2分半钟后，我们几人便来到了王家别墅，而王宏伟见到我后，也是连忙迎了上来。肖先生，您来了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我没有理会王宏伟，而是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头顶的阳光，然后向前走了2步。肖先生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快进屋坐吧，现在外面热着呢。我依旧没有说话，只是眼盯盯地看着王宏伟。肖先生，我知道刚刚自己冲动了，可是您让我在那样的地方跪下，那么多人看着，我的脸面往哪放呀？我王宏伟怎么说也是知名的企业家呀。既然你不愿意在那里跪，那就在这里跪吧。男人怒砸1000万，只为让我看他儿子一眼，而他老婆甚至直接跪下对我磕头。可我去到他们家后的第一件事，竟是要男人当众下跪。肖先生，你不羞辱我一番，难道就过意不去吗？肖先生，让我来跪吧，我替他跪。不，必须得他自己跪。当然了，如果他想惹上麻烦的话，也可以不跪。肖先生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近几天你是不是感觉脖子很酸，胳膊也很酸，并且手都抬不起来？是，这几天的确是这样。难道这有什么说道吗？先跪下吧，跪下我再告诉你这里面的说道。这一次王宏伟没有再犹豫，直接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三阳入会。之前我在师傅给我看的一本书上见过，三阳入会能够驱散邪气，而这别墅的三阳位置正好就是现在王老板所跪的地方。原来如此，肖先生，您既然是在帮我，那为什么在您门口的时候您不说清楚呢？搞得我还以为您是在惩罚我。都怪我当时没有弄清楚肖先生的意图，要是我弄清楚的话，也不会闹出这样的一个误会的。不过你说三阳入会能驱散邪气，那肖先生，难道我身上也有邪气了吗？没错，你跟他一样阴气入体了。听到我的话，何中田瞪大了眼睛，然后一脸的激动。那肖先生，我能一块过去跪吗？何先生，你搞笑呢？王老板身上的阴气是今天早上我才看到的，尚未成型，跪下还能驱散，你的都弥漫了半个身体了，你觉得现在跪还有用吗？我的话让何中田一阵尴尬，最后他也只好闭嘴不语了。哦，对了，肖姐，吴胖子让你打个电话给他，他有事找你。好，那我现在打给他。咦，肖姐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呀，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你那台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3800多。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数码相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我就说肖先生是个有本事的高人，肯定不会让你白跪的。现在你知道人家是为了你好了吧？是我以小人之心为君子之腹了。我还以为肖先生是因为昨天我针对您的事故意惩罚我的，是我太无知了。行了，你好好跪着吧。王夫人，带我去看看你儿子吧。好，肖先生里面请。不一会，我们便走进了王硕的房间。此时的王硕已经瘦得双眼凹陷，看上去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。妈，他是谁呀？这位是肖先生，是我们请来给你治病的。王硕哀地叹了口气，看上去他对我也不抱任何信心，而我则是从上往下的打量了他一番，然后便默默地走出了房间。怎么了，肖姐？这事很难办吗？也不是，只是很奇怪，我竟然没有在房内发现一丁半点阴气的存在，就连王硕的身上我也没有看到，他就像是一个心理上有问题的正常人。不是的，肖先生，我儿子真的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，而且这是很多人都看到了的。我没有说你撒谎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怎么不简单了？你看出什么了吗？还不知道，等今晚看看吧，毕竟现在的王硕是正常的。肖姐，你真要进去屋内跟王硕待在一起吗？昨晚才死了一个法师啊，那里面的东西会不会很凶？你会不会打不过他呀？没事的，相信我。到了晚上，我便独自一人来到了王硕的房子里，而王硕也是眼盯盯地看着我。肖先生，你害怕吗？我说我不怕，你信吗？呵呵，我不信，这里昨晚才死了人，我不信你不怕。你那么年轻，做点其他的什么不好？为什么偏偏要做这一行啊？就在王硕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时，我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。兄弟，咱聊聊天吧，你有什么心愿跟我说，要是明天你……别说话。我冲着王硕做了个闭嘴的姿势，然后仔细地听着房外传来的那敲锣打鼓的声音。他们来了，兄弟，你也听到了吗？是，我听到了。你真的听到了？王硕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昨晚的大师什么也没听到，你真的能够听到吗？别说话。说完，我便用我全部的意识去聆听这周围的声音，感受这周围的阴气。我感觉到有个人好像正在朝你走来，是个女人，她的脚步十分的轻盈。王硕，忽然一道空灵的女声在房子的四面八方响了起来。我猛然抬头四处去看，可是我却什么都看不到，而且也感受不到阴气。有鬼的声音，但是看不到鬼，也闻不到鬼的气味。难道说不是鬼，是精？
看来你真的能够听到他们说话。昨晚的大师假装说他也听到了，但是他告诉我那是幻觉，让我别管，一切交给他。结果呢，第二天起来他就凉了。王硕激动地说着，可我并没有搭理他，只是静静地关注着这个女人的声音。可她的叫声却很奇怪，让我捉摸不透。难道是故意蛊惑我神元的？想到这里，我赶紧念起了静心神咒。太上太心，应变无停，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，3回永久，7魄永存，急急如律令。一番静心神咒下来之后，周围是安静了不少，可那女人的声音还是跟刚刚一样，传来的方向是四面八方，我根本找不到准确的位置。大师，怎么样？你找到他在哪了吗？我还是没有回答，可这家伙愣是说个不停。大师，只要你救了我，帮我度过这次难关，以后我就认你做大哥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在南岳会所那边认识好几个身材爆炸的歪国女人，等我好了，我带你去，我让他们全都一块伺候你。王硕的话让我一阵无语，而他则是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可随着王硕的入睡，那个声音也跟着消失了，而此时的我也有些犯困，不知不觉的也睡着了。不知到了几点，我被一阵冷风给吹醒了。可当我睁开眼睛，发现屋内开始弥漫了点点的阴气。难道是那个弹古筝的女人要来了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忽然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然后朝着门口方向走去。在啪嗒的一声后，屋内的灯亮了起来，而开灯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王硕自己。紧接着，王硕便步伐轻盈地朝卫生间走了过去，而且不一会，他就抱着一台古筝从卫生间走了出来。随后，他把古筝放到了桌子上，开始弹奏了起来，而且弹出来的曲子也是旋律动人。公子，我弹得好听吗？突如其来的女声一下就将我拉回了现实，我猛然惊醒，发现王硕正一脸魅惑地看着我。你是谁？王硕没有回答我，而是一直询问我同样的问题。公子，我弹得好听吗？好听，弹得好听。呵呵，我就知道公子肯定会喜欢听我弹的曲子。刚刚那一曲是我送给公子你的见面礼。说完话，王硕便侧过身去，又要弹第二曲。你等等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王硕的身体里面？公子，你一上来就问那么多问题，难道不觉得太着急了吗？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吧。我叫宋柳烟，公子您可以叫我柳烟。说完，女人不再看我，继续拨动琴弦，开始弹奏自己的第二首曲子，而且很快，她的又一曲弹完了。公子，好听吗？好听。公子，刚才你问我为什么要在他的身体里面，因为他是我的夫君，不过我并没有在他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只是住在了一起而已。夫君？是的，他就是我的夫君，明媒正娶的那种。我们住在同一具身体里面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如果你不信，明天你可以自己问问他。那你以前是鬼吗？没错，我以前是鬼，但现在我不是了。女人的这一番话瞬间惊醒了我。是阴阳同体吗？这次女人没有再回答我，而是开始拨动琴弦，继续弹奏了起来。可这一次弹奏的曲子却变得异常的暴力和凶狠。而曲子弹完后，她突然站起来，用一种极其恐怖的眼神看着我。是阴阳同体。怎么？你想赶我走吗？你想让我离开他的身子吗？你也想像昨天那个光头一样死去吗？就在女人怒喝着时，我竟在她的头顶上看到了一层密密的黑气。你敢信？上一秒还在熟睡的男人，下一秒竟坐在桌前弹起了古筝，而且在我深入了解后，竟发现他是阴阳同体。是阴阳同体。怎么？你想赶我走吗？你想让我离开他的身子吗？你也想像昨天那个光头一样死去吗？你不会杀我的，我也不是来赶你走的，我是来帮助你的。帮助我？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什么？你们这些阴阳师仗着自己有本事，就不管我们这些孤魂野鬼，只要发现了就将我们屠杀殆尽，让我们灰飞烟灭。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知道我用了多久才进入他身体的吗？11年，我用了整整11年。你知道我这11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现在好不容易才跟他共享了一个身体，你居然让我出去，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你听我说，我没有打算让你出去，我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阴阳师，我知道你需要人的帮助。不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宋柳烟愤怒地嘶吼着，而且她头上的煞气也是越发的旺盛。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在何中田的身上种下阴气？你这样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传达你想要帮助吗？如果你想弄死他，以你的本事，恐怕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听到我的话，宋柳烟明显的愣了一下，而我则是乘胜追击道：昨晚那个光头法师的魂魄不就被你吃了吗？你若是真的想要吃人的魂魄，那何中田的魂魄早就被你吃了，根本留不到现在。看来你跟他们真的不太一样，难怪我刚刚看到你的时候，没有在你的身上发现杀气。看你的样子，你应该是玄门中人吧？不是，我是从农村过来的，我的本事都是我爷爷教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玄门。宋柳烟的脸上闪过了一抹失落，然后一转先前凶狠的样子。你是个好人，我不杀你。如果你不是玄门的人，那你就走吧。我这件事除了玄门的人之外，其他的人来了都办不了的。你现在估计等不了玄门的人来帮你了，照这样下去，王叔的日子也快到头了。
而你也会灰飞烟灭。那么多年的等待，得到这样的结局，你甘心吗？说到这里，宋柳烟的表情变得越发的失落。你可以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吗？你真的要帮我吗？哪怕会付出你的生命。我爷爷说过，遇到了就是缘分。虽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，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现在虽然和他融合在了一起，可他的躯体承受不住我的灵魂，所以需要他跟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，这样我们才算是真正的阴阳同体。到时候我的魂魄才能受我控制。那你需要我怎么做？成为夫妻就需要他佩戴我的骸骨，只有找到我的骸骨，这次的融合才算是真正的完成，否则我将像您刚刚说的那样会灰飞烟灭。我知道了，那你是怎么死的？你的骸骨在哪？你还记得吗？宋柳烟忽然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，片刻之后，她才喃喃道：胡家湾，上次我听人说起过，那个地方好像叫胡家湾。那你是怎么死的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哪怕我在做1000年1万年的鬼，我都不可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死的。说到这里，宋柳烟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激动，而头顶的灯光也忽然变得闪烁起来。我生于明朝万历皇帝年间，是富商宋世昌的二女儿。16岁那年，我跟哥哥到南方要一批货，结果路上遇到了劫匪，劫匪抢光了我们的盘缠跟货，还把我跟2个丫鬟抓起来卖给了一个炼药的老头。听着宋柳烟述说着她那悲惨的经历，我的内心也是变得五味杂陈。那个炼药的老头一直给你们吃各种药丸和药草，把你们折磨致死。是的，而且我死了之后，我的灵魂就被关在了一个格子里，那个格子里面还有很多跟我一样被他害死的人。后来那个老头也死了，他死了之后，灵魂也来到了那个暗格里面，他成为了我们的王，让我们终生服侍他，做他的奴隶。那你后来是怎么逃出来，然后来到王硕的身上的？有一次，我以买古筝为由从里面逃了出来，而且后来我在一些追杀我的阴阳师口中得知，想要投胎转世，只有借体重生，所以后来巧合之下，我遇到了王硕。那个时候正好是他的逢9年，于是我就抓住了机会去蛊惑他，问他愿不愿意娶我做老婆，他答应了。所以从那之后，我就跟着王硕了。听到了这里，我也是不禁陷入了沉思，然后回想起与王硕母亲在车上时的对话。从八字上看，你儿子当年灾煞逢空，王神入运，这是犯了牢狱之灾。说说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。那年王硕强迫了一个女的跟他做那种事，那女的不从，他就不小心错手嘎了对方。但是为了硕儿的前程着想，于是我们就给了这个女孩的父母一大笔钱，然后把这件事给平息了。当2件事结合在一起后，我似乎也是明白了些什么。这或许也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吧。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，我便再次看向了宋柳烟。你的事情我基本了解了，但是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你的骸骨？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找，我只记得那个地方叫胡家湾，是很多年前我听人说起的，至于过了多久，我就不清楚了。那你的骨头有什么特征吗？有，小时候我走路的时候摔断过我的2根肋骨，虽然愈合了，但我有时候还能感觉到疼痛。你都死了那么多年了，你的肋骨可能早就断了，这个不能作为特征，找个其他的，比如胎记，你的身上有没有胎记？宋柳烟沉吟了片刻，然后激动地点头。有，我的脑袋上有一块胎记，就在头顶上，生下来的时候那一片是红的，都不长头发的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，胎记往往是因为灵骨太过突出才会长出来的，而灵骨它会发光，所以这样我才好找。可是那个地方很凶，那个老头在外面布了一个阵，如果不是玄门的人都无法进入那个地方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有一次我听到他自己说的，好像是有2个道士追他，后来他就自言自语地说，想要进我这个阵，除非是真正的玄门子弟，否则谁也别想进来。怪不得你想通过河中田来找玄门的人，不过没事，我会尽力去找玄门中人的。但是你还能撑多久？最多7天，少则5天。我听后一愣，但也顾不上这么多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好，那你放心的休息吧，我去给你找，我一定会把你的骨头带来的。谢谢你大师。说完话，宋柳烟就跪了下来，要给我磕头，而我则是迅速把她给扶了起来。宋小姐，你千万别这样。奴家没有什么送给您的，那就让我用我的琴音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吧。说完话，宋柳烟便回到了古筝的面前，开始弹奏起了美妙的乐曲，而我也仿佛能从她的曲子中看到曾经的她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可惜这一切的一切都如同一场梦一般。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，便继续欣赏着这美妙的曲子，而宋柳烟则是一直弹到了凌晨5点才停了下来。公子，奴家献丑了，我的时间到了，今晚真的很感谢您。说完话，宋柳烟便走回了床上躺了下来，而我则是转身走出了房间。可当我走到客厅时，黄依依就直接冲上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小姐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的出不来了呢。黄依依紧紧地抱着我，而且一边说还一边抽泣着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事了吗？你没事，那怎么在里面一直到现在才出来啊？我听到那个阿飘弹古筝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每弹一次我就担心你一次，真是吓死我了。是，肖先生，以前弹的古筝可不是这样的，
几乎都不会有停下来的。没什么，他之所以断断续续的弹古筝，是因为我们在聊天，聊着聊着，他心情好了，就又弹一曲给我听而已。听到我说的那么轻松，几人都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。那怎么样？您把他收了没？这可是个恶飘啊，折磨我儿子，还杀了人，您一定要把他收了，让他灰飞烟灭。是啊，萧先生，您收了他没有？没有，这个阿飘我收不了。啊，那既然您收不了，那您是怎么出来的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收不了我就不能出来了吗？行了，王宏伟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萧先生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实在是抱歉。不过您在里面待了那么久，我儿子他还有救吗？可以救，但是救了之后，你儿子恐怕就无法娶妻了。大师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想救你儿子，那就要找一个更厉害的女阿飘来保护他。然而这个女阿飘需要嫁给你儿子，她才能将你儿子保护好。如果不的话，那你儿子可能活不过5天了。